DJI-MI 跟着 Action 2的运动相机一起发布，正当所有人都觉得 Action 2好像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运动相机的长相。等一下，那个 Action 2后面那个负评好像有点多。DJI-MI 看似是不起眼，而市面上还有 Rode 老大哥、老牌子的收音大厂，那凭什么大疆可以一夜之间就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呢？然后又给所有的那个无线麦克风厂商狠狠的上了一课。大疆告诉我们什么叫做2022无线麦克风应该要有的这个样子。马上来看看今天的内容吧。欢迎回到这一周的摄影乐家，我是阿元，又是一阵子没有见面的那个器材评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点怀念？就最近比较忙，然后户外的活动去的多一点，可以预告一下，我们后续还有新的那种露营的开箱。那话又说回来，就是通常大疆的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第一代的产品是试水温的产品，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像当初那个 Mavic Pro 一代没有左右跟后避障嘛，所以就很多人。那 Mavic Mini 一代没有RAW格式，没有 4K，Mavic Pro 二代就有了哈苏镜头跟望远的2个版本，然后 Mavic Mini 2的讨论度也非常高。不过 Action 2是个例外，因为它几乎把第一代的所有的元素、所有的要素全部砍光光了，所以它就多了那么一点点的问题，什么防水、什么过热、什么电量。你说它是 Action 2系列的一代，我也不会说你是错的。再说一个例外中的例外，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DJI-MI， 那跟刚刚不一样，它是少数大疆一量产，就不像是试水温的那个成熟产品，就是你不管在它的那个设计、操作逻辑，或者是使用者体验上面，不太有那种可以挑剔它的地方，都比其他2个大对手好非常多。也许不是前无古人，所以工程师有个标的可以去超越。那我简单带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上手部分，大家就知道我在说什么。那这是它的一个那个包装。那除了2个发射器、一个接收端、一个充电盒、一个 Type A 对 Type C 的充电线、一个 TRS 对 TRS 3.5mm 的那个麦克风线，还有2个兔毛跟一个收纳袋，大概就这样。就是其实大家都差不多。这个像大型的 AirPods Pro， 你把它这个充电盒打开，那3个设备就会自动去开机，也会自动配对。你可以插到机身侧边的那个麦克风孔，然后把那个麦克风拿出来。那你可以用夹的，也可以用磁铁吸在衣服上面。然后这个目的就是避免我们要那个挂着衣服的时候，它会有那个重量，然后把我们衣服这样往下拉。当然，你可以吸在各种的地方，就是它的磁铁是相当的强力。那如果你吸在它下面，还可以让那个麦克风立着收音。当然，你可能会注意到说，麦克风上面有2个灯，一个往左边的绿灯，当它常亮的时候，就代表说它那个接收段有跟我们上面那个机顶有做连线。那当它正在闪烁的时候，代表它正在搜寻那个接收端。那可能接收端没有电，太远，或者是没有开机等等之类的。那另外一边红色灯则代表独立录制，就例如说，我可以透过这个小麦克风直接单独录音，就是我压下侧边这个 Record IC， 可以直接录音。用这个小小的地方录制大概15个小时，那它那个红色灯就会一直亮着。那如果我从那个接收端上面选择那个，例如说我要这一颗静音，这颗不静音，那这一颗就会那个有个呼吸的那个方式闪烁在这个红色灯号。而且这一个麦克风有内建所谓的震动，所以就可以减少像我们之前用那个 Wireless Go 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没有开，或者是没有录到，非常悲剧。甚至是很多创作者就是会录到没有电，然后还不知道他已经没有电的窘境，因为它有震动会告诉你嘛。OK， 那说到这边呢，刚刚到现在的声音都是用那个 DJI-MI 所录制的。那我这边就稍微比较一下，我用这个 DJI-MI 跟用 Rode Wireless Go 的那个一代，他们对于我的声音听起来哪一个大家比较喜欢呢？现在是透过 DJI-MI 来收录我的声音，不知道你觉得现在我的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现在你听到的是透过 Rode Wireless Go 第一代收录我的声音，不知道你觉得现在的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好，那说完那个发射端的部分呢，我们就来看看接收端。接收端的设定也非常容易懂，就跟大家那个稳定器还有空拍机一样嘛，就是它那个触控回馈是非常及时的。就是像我今天从上面往下滑，我可以开启各种的那个细项的设定，例如说左右声道那个收音模式，
那大部分情况下，我会跟大家推荐，你可以使用所谓那个安全音轨的这个逻辑，这个模式，就是它在左右声道会录制一模一样的声音，但是其中一个会以小-6分贝的那个声音去收音，就可以避免这一种就是无法预期的那个爆音状态。而当今天如果是我们有单独2个人在对话左右声道的话，你就可以设定所谓那个立体声的模式，你就可以透过后期的剪辑去避免2个人讲话可能我们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但是当你回放在电脑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像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如果你有戴耳机，它左边的声音跟右边的那个声音是分开的那个独立状态，这就是一对的麦克风所谓的那个立体声的逻辑。所以你就可以在下面声音这个地方找到 stereo， 然后换成这个 dual mono， 你可以把左右2边的声音合并在一起。这个时候你再去把2个人对话有那个抢拍或者是有人放枪声音重叠的部分去把它去掉就 OK 了。接着你还要记得去里面那个增益控制，你可以在相机下面的那个麦克风音量往下调，然后在我们那个机顶上面那个麦的增益控制上面，你把它往上调整，这样一来你就可以避免有一些那个低频的然后电流声音的产生。我这边给大家听听看差异。现在测试机内收音是比较低的状态，是3，然后我们使用 DJI 麦的那个增益是调到最大12分贝的部分，大家听看这个声音是如何呢？那现在测试是机内收音灵敏度是调到13，就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然后 DJI 麦的增益是-11分贝，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样说话跟刚刚那样说话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那你可以在接收端调整那个麦克风的静音，就是先从我们刚刚那个设定的画面离开，就像 iPhone 一样把它往上滑。然后例如说我要调整这个麦克风1，我就在左边这边往上滑。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选项，那里面一些设定就留给大家去体验咯。那关于麦的部分，操作跟设定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那你不得不说，就是这一次 DJI 麦确确实实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相比之前一直出那个空拍机，这个是更加大众化的产品嘛。然后，但是它有一些潜在的缺点啦，例如说它单次的那个续航只有5个小时，甚至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网友分享说，它可能实际只有使用到4个小时左右。那你知道在拍摄外景的时候，麦克风是没有时间让你去充电的，难不成我要买2？然后目前还看到有一些人分享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电流声，就可能是讯号干扰，也有可能是那个遮蔽的关系。那目前还要在后续追踪看看这样子。撇除掉这些不说的话，在整体设计上面，不管是它的那个逻辑、它的体积、它的操作、它的触控、它的震动，就是强力的那个磁铁的吸附，然后麦克风可以直接单独的收音，不用那个软体可以直接导出，然后它兔毛的这个安装的稳固设计，最起码不会像那个 Wireless Go 1代超级容易弄丢，非常糟的一个示范。然后接收端除了放在那个机顶，你也可以换上，例如说 iPhone 或是 Type C 的转接头，那你就直接接在手机上面。那又说到 GoPro， 当然还是老样子，不能直接插 Type C， 你还是要用那个媒体模组或者是它的音源转接线。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 DJI Mic 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1代产品，就是你真的会让人觉得说这个是可以解决很多创作者问题的一个无线麦克风。那以上大概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内容有没有帮助到你，或者是有没有符合你正在找的一些问题呢？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区跟我们留言，或者是大家想看我们做一些测试的话，也欢迎直接私讯我们。这里是我们乐家，大家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后续的话，下期再见。